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猪废皮，今天来分享 DeFi。DeFi 是什么？DeFi 是去中心化金融的英文缩写，英文全名是 Decentralized Finance， 简称 DeFi，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兴金融模式。DeFi 透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金融交易，无需依赖传统金融机构作为中介。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让金融服务更透明、安全，并且开放给所有人参与。在美国联准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为银行和经纪公司等中心化金融机构制定了详细的规则，消费者依赖这些机构直接取得资本和金融服务。DeFi 则是透过赋予个人点对点交易能力来挑战这种中心化的金融体系。DeFi 的优点有哪些？DeFi 具备多项优势，使其成为现代金融市场的一大亮点。其中最主要的优点包括：一、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去中心化平台不需要中间商，不依赖单一中介机构，降低了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并减少交易成本。二、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任何人只需一个数位钱包即可，无需银行账户即可进行交易和投资。三、透明度更高，每笔交易都记录在区块链上，公开可查，无法篡改，增加对交易的信任度。四、自动化和效率提升，透过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交易，减少人为操作风险。这些优点使得 DeFi 在金融科技产业中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吸引力。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DeFi 与 CeFi 的差异性。先来说明一下，那 CeFi 又是什么？我们前面说到了 Decentralized Finance 是去中心化金融，那么去掉前面的 D， 也就变成了 Centralized Finance， 就是中心化金融。DeFi 的特点是无需中介机构，任何人皆可参与，并且透明度高，所有交易公开可查。而 CeFi 则依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需要银行账户或其他资格，透明度较低。不过交易机构由金融机构保管，相对风险也较低，只是需注意中介机构的操作和倒闭风险。而 DeFi 的则是需注意智能合约风险和网络安全性问题等。DeFi 的运作原理是什么？DeFi 的基础原理是利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实现无需中介的金融交易。以下是其运作模式的几个关键点：一、智能合约，程式码自动执行合约条款，确保交易安全且无需信任第三方。二、去中心化应用 DEX， 建立在区块链上的应用程式，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如借贷交易和保险。三、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无需中介机构，使用者之间直接交易加密资产。DeFi 的主轴是建立一个基于点对点的金融网络，利用安全协议连接技术软硬体进步来实现。这个系统消除了像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这些公司在传统系统中收取企业和客户使用服务的费用。DeFi 透过区块链技术来减少对这些中介机构的依赖。使用者透过加密钱包可以持有通向区块链的私钥，这些私钥相当于密码，允许使用者存取加密货币。而 DeFi 应用程式 DEX 与区块链沟通，使人们可以不依赖第三方，使用他们的资金进行购买、贷款、礼物交易等操作。这些应用程式提供了一个界面，自动化使用者之间的交易，给予他们多种金融选择。DeFi 虽然提供了高度的金融自由，但并非完全匿名。交易不包括个人姓名，但熟悉技术的人仍可追踪交易，包括政府和执法机构。这在某些情况下对保护个人财务利益是必要的。不过，虽然 DeFi 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以下是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一、智能合约漏洞，程式码漏洞可能导致资金被盗；二、平台风险，某些 DeFi 平台可能存在营运风险或管理不善；三、诈骗风险，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DeFi 平台进行诈骗活动。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选择知名平台，使用有良好信誉和安全措施的 DeFi 平台；二、妥善保管钱包私钥，避免使用未知来源的软体；三、风险评估，在投资前仔细研究平台背景和运作。目前为止，我们理解了什么是 DeFi， 那么该如何投资 DeFi？投资 DeFi 需要了解其与加密货币的关系。大部分 DeFi 平台都是基于加密货币运作，因此拥有一定的加密货币是参与 DeFi 的前提。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投资方式：一、我们可以透过 DeFi 平台进行加密货币的借贷，从而赚取利息；二、流动性挖矿，提供资金给 DEX 获取交易手续费分成；三、质押，在 DeFi 平台上质押加密货币赚取收益。最后，我们来解答一下 DeFi 常见问题：一、比特币是 DeFi 生态圈的一环吗？比特币本身并不是 DeFi 平台的一部分，但它可以作为 DeFi 平台上的抵押品或流动性资产使用。二、DeFi 挖矿的原理是什么？ DeFi 挖矿又称流动性挖矿，是指使用者将加密货币存入 DeFi 平台的流动性池中，作为交易对提供流动性，从而获取平台发放的奖励。三、
DeFi 质押如何进行？ DeFi 质押是指使用者将加密货币存入特定的 DeFi 平台，作为抵押品以获取利息或其他奖励。质押过程通常需要使用者将资产锁定在智能合约中，并根据合约条款获取收益。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喜欢请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吧，谢谢大家。